我声音是不是应该要就是像刚刚这样讲，5个手指头把力量合起来，然后去用这个一起的用这个带，所以这边应该都没有力量。应该手腕要整个缩起来往前，松掉。松掉的时候，它这边一合的时候啊，会把后面往前带。对。可是我都觉得，像我或者是比特在做的时候，这边的力量都会很明显，就是会想要去。对嘛，就是你们习惯嘛，习惯，你们会习惯从被别人控制住的地方用力。如果我这样抓，你那个手掌就没办法动。哦，对。照理说，我这样抓它，应该还是要跑得掉。对呀，对呀。因为你用带领的力量哈，你用带领的力量，它只是一点点，你抓，你就算再抓下面一点，用带领的力量，我只要这个，我只需要这个，听不懂？你看，我只需要这个，你看我越这样子，这边我越松，我完全没有感觉，没感觉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这个力量起来，你看就带领这个起来了。但是你的力量一定要往内，是不是？不一定啊，看朝哪边带啊。因为这个结果可能可以带的方向没有很多，是不是？这个是让你们练习最容易的一个方式。我如果不要这个样子，我不是有示范吗？我不往这个地方的，因为你的手指啊，你的手指只能向外，向前。向前，向上，上也可以啊，向左，这边也行嘛。所以我往这边的话，你看我往这边手指一带，它就往这走，走了嘛。所以它是带领方向，所以它是很多方向都可以去，它很多方向都能去。这个是方向之一，这是你们比较好练的，比较好练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我们日常我们常做的动作嘛，晓得吗？只是把它做到你的手指尖来做。不是，但是5个手指头一定都是朝同一个方向去，没有说我只用大拇指或只用小拇指。可以启动，你启动可以用不一样，可是你其他的要跟。一定得跟上，不能说我启动，但是就只有他自己一个人这样一直走这样。所以我说你的方向要统一嘛。你们的5根手指头走5个方向啊。那你后面的力量，它要跟谁？我如果5根手指头出来，我还是有谁为主啊？要不懂？要讲力量一定要有方向，要有一个单一的准确的方向。方向什么？前面的方向越窄越好，越小越好，它越准。所以为什么用掌呢？不用拳呢？我们为什么喜欢用掌，不用拳呢？可以改变方向。不是，改变方向是一个。掌能够凝聚的力量比较尖锐，拳你凝聚的力量就在这边，它是一个面，你就在这个，它一个面太大了，所以你要靠后面很大的力量，你才能够在这个面上面产生一个大的杀伤力，是吧？可是我是掌的时候，我能够凝聚的力量，它很尖锐，它很窄。那为什么我们是八卦拳，不是八卦掌？我不是讲过吗？拳是指一个拳种，拳手，一个拳种，拳种怎么讲 ？system of martial art。所以讲太极拳、八极拳、劈挂拳、
少林拳什么拳，这些拳都是指不同的拳种，方位比较大。它是一个大的。所以拳有很多种的翻译，有英文来讲，所以很多翻译只要拳只翻译成 fist， 对，就外国人很搞不懂啊。fist 一拳一讲拳就是这个，对，不是啊，拳可以是一个 martial art。所以八卦掌是里面的其中。八卦掌是八卦拳这个系统里面的一部分，所以你看清朝还是什么的兵身上不是拳俑。他用拳俑嘛，他身上那个兵，他身上的字叫做拳俑。为什么拳俑？他不是全都用拳，那叫拳俑啊。拳代表武，拳代表武，这样不懂？可是到真正的我用拳打你，这个时候的拳就是这个拳，拳头的拳。这样不懂？这个时候的拳就是一个 fist， 是拳。可是那个的拳不是，那个的拳是一种 martial art， 听不懂？那回到这个，就比如说，因为八卦里面也有一些打拳，比如说什么跳大，还有很多，所以跳大它的力量比较后面，它没有不是啊，进去的。有啊，那就用拳来带啊。就是一样的概念，这是一样的概念嘛，只是用拳带嘛。啊，而且八卦拳，我不是教你们吗？八卦拳是拳掌指互换，拳掌指要互换指，所以我一个手出去，我一个拳头出去到你身上，到我要用的时候，它不一定是拳，一个拳变掌。它有一个展开的力量，拳变掌是一个展开的力量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拳变掌有一个力量，所以我开始我用拳，到那边我要变化了，拳展开为掌，拳展开为掌，它本身就有个力量。所以其实每一个动作想表达，你后面也可以用。每一个动作，我们根本不介意你用拳，你表现用拳还是用掌还是用指，听不懂？掌变指，掌变拳是一个收缩的力量，晓得吗？我出去是掌，可我变成拳，你看我一变拳。我变成拳的过程之中，可以把这个力量往前面引导，这是掌变拳。所以掌变拳的好处，或者它的效能是在这个地方。拳变掌的效能在哪边？拳变掌的效能在这边，在展开的这个力，听不懂？掌变拳是收束的力。我可以这样子，我可以这样子，晓得吗？中间变指也是一个，从一个掌的面，从拳的面变成指，变小了。我一个掌变成指，一个掌变成指，它变小了，力量收束到手指上了，晓得吗？所以对我们来讲，拳掌指它只是什么？它只是工具的不同，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力量的改变。所以你们要去研究的是，我的掌变拳改变了什么力量？我的拳变掌产生了什么力量？我的掌变指可以是这个指可以是这个指，转动可以是这个指，可以是这个指。我的掌变指力量产生了什么变化？所以重点在这个地方，晓得吗？重点不在于它们本身。你说我用掌，我就一定是用掌；我用指，我是从大老远我就用指，不会的，晓得吗？不会这样子
啊。那这个里面的变化还是一样是什么？你要掌握住那个方向不变，是你的变化的目的是要 follow 这个方向的目标跟它的行径，这样不懂？就是这样子啊。你们从现在的武器嘛，以前要去轰炸啊，轰炸机砰过去，舱门一开，那个炸弹啪撒下去了，那是由飞机来定位。我的飞机飞到什么地方了？我看风向是什么，加上我飞机的飞速度，然后我预测多少的距离下去的时候，那个炸弹会怎么漂移，怎么变，然后我来设定能不能到我要打击的地方。那个时候的定位，炸弹的准确性的定位是由谁来定？由飞机来定位。所以它飞机上有一个专门测绘的人嘛，在看在算。这个是在后面。现在呢？现在是引导。现在的飞弹，现在什么？它是在什么？它是在引导，后面发出来随便你发，你往上发，你往斜发，你往左发，你往右发，没关系。现在还有飞弹，飞机带的飞弹，它会发出来，它会做一个 U turn， 我可以打我后面的飞机。所以它的发射的定位不是在后面了，是在前面，在引导。晓得吗？这就是力量的变化，那就很明确的看到，人类一开始用的力量是很粗的力量，你要用很多的炸弹来做一件事，就是说你要出来很多的力量，然后去完成一个精确目标的打击，你要走一个面，越来越什么？不是了，一颗打一个目标，是用什么？用引导的，听不懂？晓得吗？炸弹没有变 ，TNT 还是 TNT。爆炸的方式还是一样，是力量引导的方式变了。武术的发展跟这个是一样的，听不懂？所以你从后面发的力，就是那个飞机很多，轰炸机很多，啪一下下去，就是那个力量嘛。你的定位是在后面嘛，晓得吗？到了后面，所有的内家拳都是用烧来引，那是什么？那是方向的准确性，目标的准确性。人还是一样的人，听不懂？啊。所以要练会这个观念里面，要把老式的那个东西要换掉。你们一直做不出来，就是你们的习惯一直停留在后面早期的那个习惯。晓得吗？要把那个换了。啊。所以我讲过，你的想法是什么？你的想法是，我要用手指打他的这个地方，我要用手指打他的这个地方，或者我要用拳头打他的这个地方。它只是什么？它只是两个点的关系。我的手指跟我要打的这个地方，这两个点之间的关系嘛。那至于说这两个点之间的关系是这种关系，
还是这种关系，还是这种关系，还是这种关系，还是这种关系？看中间的阻碍，这个不是重点，它是变化。重点就是我要用这个打到这个两个点怎么样接近，听不懂？所以既然是他跟他的关系，所以你在打的时候，你想的是什么？你想的就是这个跟他之间的联系，而不是这个，不是他跟他，不是肩膀跟他，更不是腰跟他，更不是后腿跟他，是吧？这样有听懂吧？因为我要打他是这个打到这个地方嘛，它不是我的腿跟这个的关系啊，没有用啊，我用腿没有用啊，我的目的是要打到这个地方啊，听不懂？我用肩也没有用啊，不是他跟他啊，就是他嘛，我要想的就是这个嘛，我要想的就是这个，我要想的就是这个，我就是这个，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听不懂？所以你在你的头脑里面，你要用什么打人？你就是这个。突然变超快，因为我的关系只是他们之间的关系，听不懂？那至于说怎么走，你放松嘛。遇到阻碍，他来挡，是不是？我这个起来，他来挡，啪，这个还是一样，我中间变了，力量的轨迹可以变，这个没有变，听不懂？这是跟所谓的外家拳后面的力量最大的不一样。后面定位的是我要打他那个地方，我从这边啪，我的定位是在后面，啪，我是这样打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他们要花很多时间把这个拳练稳、拳练准，把拳练稳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力量在后面，前面它是远方的烧，所以我们用后面来控制前面。一般什么？前面会很不稳定嘛。是吧？所以我要练的后面很有力量，来保持前面的稳定。可你如果是前面跟他的关系，你不需要嘛？你只要这个就好了嘛？这个就好了，这个听不懂？所以你的想法里面就是我要打这个啊，啪就是这个，啪这个，就我要想的只是啪啪。只是这个。不是，那我要看你的手还是看你的？你什么都不能看，因为我知道，就是第一个看不太出来你要动手没，第二个是我不知道你要去哪里。你看到已经太慢了，就完全不知道你要到哪里。对，你看到就太慢了，听不懂？这不能看，要直接走掉，只能反应，因为你看到头脑接收，头脑做判断，慢了，听不懂？这种东西只是，所以我跟你们讲，要感知力量嘛。你的目的是要感知那个力量，感知力量的方向。所以我说它是点到点嘛，一个东西来，它是那个点，一个石头朝你丢来，是这个石头跟你的头之间的关系，听不懂？所以你感知到一个东西朝你过来，你是感知到什么？有时候你感知到一个东西来了，然后你的身体很自然闪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因为你感知到，你的身体感知到那个力量可能对你造成伤害，你不会说一个东西来了，你去转头看清楚是什么东西你才闪，那慢了。听不懂？我也不要想要用眼睛去判断，你不可能，要怎么样？你不可能，我就直接感知。比方讲，你有没有感知？有吗？有感知没有？有嘛？有感知没有？感知
听不懂？所以我让你们练习，把那个危险，人家打的地方就是危险的地方嘛，感知练出这个感知来，你被打的地方走，然后你的身体产生一个自然的回击的反应。所以像老师之前说，要看对方的整体，如果这个时候我越看你的手就越长。对，你不能看那个，越看手越躲掉。对，对，听不懂？啊，所以练习看到那个微动的力量，要练习看。所以我常叫你们来看这个人做错了，比方做错，你们练这个东西，我说他的肩先起来了，肋骨先起来了，你们先要学会看这个，你能够看得到，你能够看得到那些轻微的启动，你要练习先看到这个。所以当对方他任何的轻微的动态，你能够掌握到，听不懂？所以先要是养成这种的习惯。所以还是那句话，要去掌握力量，要去掌握力量。那力量是从哪来的？怎么来的？你先不要管，你先能掌握到这个力量来了。所以我说先让开，把那个你自己让开，让那个威胁解除。你们说，我看这个拳来了，这个拳是这样子来的，所以我从这边来截它，慢了。你移动开，你移开，比这个快多了。听不懂？这种移开是自然反应，目标先消失掉。那我在消失的同时，我的身体能够做出其他的还击，那就是更好。听不懂？所以不要管鬼这样子来了，你要那样挡，你要这样挡，不行了，慢了，离开，先离开。我要这样打你，你先离开嘛。听不懂？所以这是我希望你们以后常练的。或者自己在家里面练，平常生活里面练，去看动态的东西，能掌握这个，就好像你们开车，你们骑车的或者开车的，前面的车子在走，你是老驾驶，道路经验丰富。前面还没转弯，你就已经知道他要左转了。他没有打方向灯，可是你就已经知道他要那样转了，是吧？开车久的，道路经验丰富的，是不是就有这个感知力一样的嘛？跟机车在里面钻，你马上就知道这个车它会插到我前面来，它还没有插，你就知道它一定会插，因为什么？你的经验嘛。以前我们自己骑机车的时候，我一定会插嘛。听不懂？我们武术就要练出这个，这就叫做感知力。所以他不是说你看对方的眼睛，你看对方的肩膀，你看他的什么，不是的。好，你再练练看。